在青海的三江源地区流传着一句话：人高一尺，熊高一丈。偷吃牛犊，霸占帐篷。青海马熊在牧民的溺爱下，产生了一种人们都爱我的感觉。而其中有一只叫做哲蒙的马熊，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便开始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牧民们玩起了游击战。这里是150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在一片宁静祥和的牧场上，不时传来羚羊、野驴和牦牛的叫声。哲蒙时常在这附近徘徊，以便随时打牙祭。牧民们无法随时盯着草场上的牛羊，只能每隔一段时间拿着望远镜站在帐篷外或者屋顶上眺望。只要没有小偷，只要牛羊没有走远，他们就会再次回到屋里忙活。因为有了以前偷羊的经验，哲蒙抓住了这个机会。在慢慢靠近牧场的时候，一头形单影只的小牛犊吸引了他的目光。他慢慢靠了上去，巨大的熊掌一下子就将牛犊拍晕了，或许是扭断了他的脖子。哲蒙喜滋滋地叼着牛犊准备撤离，然而一位牧民发现了他的偷盗行为，并大声呼唤，召集了一队人马。牧民们骑上马，一边呵斥一边追赶。不过他们手上并没有武器，如果贸然靠近，或许反而会被哲蒙袭击。哲蒙也不慌张，从以往的经验来看，牧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驱赶他。果然，当他远离牛羊群后，牧民们就不再追赶了。和预想的结果一样，哲蒙松了口气，并一屁股坐在草地上，像一只慵懒的大熊猫，开始享用美食。狩猎了几次后的哲蒙积累了很多的经验，但他并不满足于牧场上奔跑的牛羊，而是被帐篷里飘出的丝丝香味所诱惑。终于在某一天晚上，他被这个香味折磨得忍无可忍，开始慢慢地靠近牧民的帐篷，品尝到了在居民帐篷外泔水桶里的食物。天哪，世界上竟有此等美味的食物！这次之后，哲蒙时常会想起当时这种美食的滋味，心里总是痒痒的，因此他就隔三差五地到居民的帐篷边大吃一顿。有的居民知道是马熊来吃掉的，就将泔水桶拿得远远的，以防他们来攻击自己，甚至还会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，往泔水桶中多加一些食物，让饥饿的马熊饱餐一顿。哲蒙在牧民帐篷里吃饱喝足后，还在帐篷里睡了一觉。他发现帐篷里远比自己在荒郊野外的熊窝舒服得多，恨不得多睡上几日。尽管牧民的做法是出于保护国家野生动物的原因，但是马熊们显然误会了，他们认为这是人类偏爱他们的表现，于是便更加肆意妄为了。在哲蒙的不断探索下，总算发现了牧民的粮仓，一个小型仓库。哲蒙不是个爱吃独食的家伙，他邀请了3、5个好友来帐篷里做客，并且将粮仓的食物拿出来招待客人，仿佛已经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许多马熊住过牧民的帐篷后就舍不得离开了，他们或许觉得帐篷比自己在荒郊野外中的熊窝舒服得多，于是就开始大肆霸占牧民的冬窝子。在屡次遭到马熊的入侵后，牧民们虽然不胜其烦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能采用加固房屋和帐篷的办法来抵御马熊肆无忌惮的攻击。从此以后，马熊发现自己再怎么用力都打不开牧民家的门窗，接连试了几家都没能成功，但他们没有放弃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他们会通过挖墙的方式把墙挖出一个大洞，随即破墙而入。因为围绕着帐篷的是土坯墙，它脆弱的材质根本就无法抵挡熊掌的拍击，尤其是在马熊愤怒的状态下，很快就土崩瓦解了。如果遇到抓不开的，他们就会用他们那硕大的身躯撞击，撞不开的就爬上房顶，从房顶寻找突破口。马熊会借助山坡或树木爬上屋顶，进而掀开屋顶的瓦片，用自己厚大的熊掌撕开一个洞，然后咣当一声掉进屋中。经过一番惊人的操作之后，又一个新熊窝诞生了。无论人们想出了什么办法，马熊们总会有一些办法解决，这才有了人高1尺，熊高1丈的说法。有了马熊霸占帐篷的事情之后，伤人事件也慢慢的多了起来。阿木和23岁的妻子已结婚2年了，
两口子在青海智多县共同经营着一片草场和一群牛羊，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而这个原本幸福安宁的家庭，却因为马雄的闯入而变得支离破碎。2020年5月12日凌晨，一家三口正在梦乡中安眠，此时哲蒙再次嗅着泔水桶里食物的味道，闯进了阿木的帐篷。他一进来就翻箱倒柜，很快就将阿木两口子从床上掀翻在地。在一片迷迷糊糊中，阿木听见了妻子的惨叫声。原来哲蒙不知发了什么疯，居然将这名年轻的母亲摔翻在地，又张开血盆大口对着她一通啃咬。已经被吓懵了的阿木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随即抱着年幼的女儿逃出帐篷，来到牛圈，才得以逃过一劫。但是他的妻子就没这么幸运了。哲蒙费力地叼着女人走出了帐篷，在凌晨空旷寂静的草原上，女人一边挣扎一边痛哭。马雄则表现得异常愤怒，他用粗壮的熊掌拍打着女人，不时还会啃咬几下。阿木孤身一人难以施救，只好先跑到2-3公里外的邻居家求助。然而等一行人回到阿木家时，哲蒙已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惊慌的众人立刻报了警，并且循着血迹寻找，最终在100米外的草滩上发现了遭到大面积啃咬的女子尸体。接到报案的民警来到事发现场，从一片狼藉的阿木家一路寻找，最终在另一户牧民的帐篷附近发现了这头杀人熊。由于附近牧民较多，为确保大家的安全，民警在哲蒙试图袭击的时候击毙他。一头在牧场上作恶多年的棕熊就这样倒下了。其实熊是不喜欢吃人的，尽管阿木的妻子遭到了马熊的袭击，还被啃咬致死，但是马熊并没有吃掉它，而是辗转前往了下一户牧民家中。既然人类并不在马熊的食谱上，那么他们何苦还要害人性命呢？有2个方面的原因。首先，大部分熊不仅不吃人，甚至很害怕人类，它们几乎不敢主动攻击人类。但是棕熊是一个例外，它们性情暴躁，为了获取食物可以不择手段。加上青海的5月恰好是棕熊结束冬眠最为饥饿的时间，此时的棕熊更加容易袭击人类。另一方面，棕熊杀人事件未尝不是一场人祸，毕竟棕熊要是真的饥饿的话，到牛圈里偷一头牛羊就能吃饱了，完全没必要袭击人类。但是在青海的马熊眼中，有比牛羊肉更好吃的食物，当然不是人类，而是人类帐篷里的泔水。长久以来，人们对于马熊的放纵态度让他们得寸进尺，偷吃了牛羊不满足，便霸占牧民的冬窝子，抢夺里面的食物。在长期的溺爱下，只要人类稍微不能满足马熊的心意，他们就要大开杀戒。智多县的杀人熊就是一头被人类惯坏了的熊孩子，他跑到人类帐篷里，满心欢喜的以为能够找到比牛羊肉更美味的食物。然而一旦发现心愿落空，他就大发雷霆，以残忍的手段杀害了这家的女主人。原本牧民们还能够通过制作栅栏和燃放鞭炮的方法抵御棕熊，但是据当地牧民说，这种方法现在也已经行不通了。棕熊很聪明，他们知道人类的种种手段不过是唬人的把戏而已。另外，随着食肉动物的数量慢慢上升，给当地的居民们带来了不少的损失。例如狼群、雪豹、马熊等时常会来叼走羊群，甚至有的居民在一夜之间的损失就能高达几十万元。面对不断升级的矛盾，过度的保护并非良策。如果野生动物肆无忌惮地袭击人类，致人死亡，最终也难逃被人类枪毙的下场，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，这绝不是我们想看到的。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，应该是人与动物互不侵犯。首要的任务就是让动物害怕人类，否则它们不仅会害了人类，也会害了自己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